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们来聊聊《无名小卒之逆袭》这本书。我们先来轻松解读一下这本书的目录。内容目录如下：一、选择。人生就是一系列的选择游戏，不经历点磨难，就别想在激情的道路上留下脚印。共有1024种未来可能的选择等着你。二、成长。人生的起点是靠前1万天来决定的，这段时间决定了你人生的起跑线。努力成为那顶尖0.8%的人才，可不是那么轻松容易的事情。三、运和缘。运势和缘分其实就是人生中的游戏规则，得相信他们的存在，然后坚持行动，就能抓住运势和缘分的尾巴。有时候，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感觉有些迷茫，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这些人中，有不少可能被认为是还没有逆袭成功的人，还没明确自己到底是谁。即便是这些未确定身份的人，也可能深藏内心的梦想之火。在追求梦想和希望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愿意孤注一掷，勇敢尝试。社会可能存在种种阻碍和不公，有时人们可能选择忽视或回避问题，装聋作哑。这本书正是为了对抗社会的不合理，为那些拒绝向不公正低头的人们而写，更好地帮助我们消除内心的孤独、无助和不安。所以我极力推荐你来一读。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了选择的重要性。如果你对现在的自己感到满意，那真是值得为自己鼓掌。如果你对现在的自己不满意，那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的选择，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标准，要活出没有遗憾的人生。至少对于那些可能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选择，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提高警惕。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决定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可能涉及到职业选择、教育、人际关系、健康决策等方面。人生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我们无法提前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为了过上不会后悔的自由人生，至少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竭尽全力，努力用自己的力量去拼搏吧。接下来，关键要点是经验。前文提到，对于未曾体验过的事情，我们很难为其投入激情。虽然人生是选择的积累，但如何提高选择的质量，在做出不后悔的选择时，设定梦想和目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即使许多人可能认为自己没有明确的梦想或目标，然而，在这里所说的目标，并不一定要多么高尚或高贵，它可以是任何你想要实现的东西，比如变得富有、受欢迎、减肥成功等等。重要的是确定一个方向，一旦方向确定，就可以朝着那个方向为之奋斗而努力。但要了解和发现梦想并非易事。作者推荐的其中一种方法是去尝试经历一些自己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事情，例如询问小孩子喜欢吃什么，通常他们会回答汉堡或咖喱，很少有孩子回答鲍鱼或北京烤鸭这样的食物，这是因为他们从未尝试过，对未曾经历过的事物难以产生喜好，更不用说投入激情了。那些找不到明确梦想或目标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这些经历梦想的体验，也缺乏采取行动来获取这些经验的动力。因此，通过更多的经验来拓宽自己的世界，更容易地找到人生的梦想和目标。下一个关键要点是1024种通往美好未来的可能性。人生是各种选择之后的积累，在这些选择中有一些将会极大地影响未来。根据作者的观点，在人生中会有10次重要的分岔路口，比如选择什么样的职业生涯、结婚等，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是否上大学、就业、是否结婚等这2种选择重复10次，就会产生1024种可能的未来。从自己拥有的1024种可能的未来中，最终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取决于你的选择。即使现在还不清楚，但如果有一种可能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就应该做出不后悔的选择。在做出重要选择之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许多人往往在舒适和容易的方向上做出选择，关键在于你自己的选择。要思考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以及你想实现的梦想和目标，不被每时每刻的情感或脆弱的自己所影响，不被别人的建议所左右。在每一次选择中，都应该朝着梦想和目标去迈进，
能够从1024种可能的未来中寻找最好的选择。在成长这一章节中，有3个关键点。首先是前10000天决定了人生的起点，目标是成为顶尖0.8%的人才。同时强调不要过于自满，因为成长并不容易。能否在年轻时期拥有足够的好奇心和胆量，得到他人的支持，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在社会上有所成就。例如，在职场上，早早的投入工作并积累经验的人将有机会得到重任，进而更容易实现成长。那么，更多的成长机会也会接踵而至。相反，如果在年轻时不积极努力地让自己成长，结果只能获得难度较低的工作机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为81岁，计算得出他们的天数约为3万天。其中，生命中的前10000天是至关重要的。在人生的前10000天中展现出优异表现的人，将在后续的人生中比其他人更容易抓住机会。因此，说前10000天决定了人生并不为过。当然，即使超过了10000天，30岁、40岁以及之后的年龄段仍然有可能取得出色的成就。但必须认识到，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挽回。人们是否应该在生命的前10000天中专注于学习和工作，成就自己的成长呢？实际上，在企业家、体育选手、音乐家等各个领域中，很少有年轻时未能展现出色表现而后来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这无论在哪个领域都非常重要。如何在生命的起跑线上取得成长和进步呢？第二点，追求成为顶尖0.8%的人才。比如，你参加了一个讲座，作为听众去聆听。如果在那个讲座上有1000名观众，真正努力理解并聆听的可能只有其中的20%，大约200人左右。真正理解并试图改变行为的可能只有这200人中的20%，大约40人。而能够持续行动的可能只有这40人中的20%，仅有8人。也就是说，在1000个人中，只有这8人是能够理解、行动并坚持的人，也就是0.8%的人才。只有这0.8%的人才能够在某个方面取得成果并不断成长。因此，我们应该追求成为这顶尖0.8%的人才。在听取他人的演讲、阅读书籍等接触信息的过程中，我们要记住这些信息，去理解并坚持地去实践它。第三点，自己能够独立成长的程度是多少？成长并非坦途，认识到成长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远非仅凭个人努力所能达到的。不能只依赖自己的成长，必须找到能够支持自己成长的方式。通过学习他人的经验，向他人请教，或者寻求一些指导。不能孤立的仅仅靠自己的力量去成长，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不断追求更好的自己。在追求成长的道路上，和他人多交流学习，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被指导和学习的机会。成长的道路并不容易，要记住的一点是，你的成长并不会像吃甜食一样轻松。为了我们的成长和进步，重要的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可以接受对自己不足之处进行指导和建议的环境中。他人的指导和建议能够指出你当前的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然而，一旦进入社会，除非有意主动地寻求反馈，否则很难得到他人的指导和建议。那么，如何在社会中获取反馈呢？有一个方法是主动去寻找能够提供反馈的环境。如果这样的环境难以获得，或者存在其他问题，那么至少可以利用这本书的同时进行自我反馈。当然，我们接收到的反馈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这也需要经过我们的深思熟虑。在这一章节中，有3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运势和缘分的本质。那些被称为成功的人，通常是付出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然而，是否所有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这并不一定能够确定。成功者常常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于好运。事实上，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和事件都受到运势的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好运，并不是指中了彩票或者在占卜中抽到了大吉这样的运气，而是指因为遇到某个人而改变了人生，或者现在的成功归功于某个人的帮助，这都是由于缘分而产生的。第二个关键点是相信运势并持续行动。不仅要相信运势和缘分的存在，还要通过持续的努力和行动去抓住这些运势和缘分。
即便是一些看似偶然的相遇或事件，也可能是运势和缘分的体现。因此，在生活中，要保持对运势和缘分的信任，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行动去抓住这些机会。人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遇见了谁。第三个关键点，坚持行动的人才能抓住运势和缘分。虽然语言有力量，但仅仅说而不去做事，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的。当然，语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在于采取实际行动，说出你想要的目标，那么你就有机会抓住运势和缘分。无论是希望进入那所理想的高中，还是想加入某家公司，又或者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中取得胜利，都可以通过将这些目标用语言表达出来。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必须伴随着实际的行动。通过解决过去的问题、参加面试练习等实际行动，你才能为运势和缘分的到来创造机会。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刻，并为自己创造更多机会。让我们保持行动力，让运势和缘分得以到来，活出没有遗憾人生。希望这期的视频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